大家好，比特币突破12万美元，却留了一个上灯线。那等下来聊一聊最近有些朋友短线做多比特币的利润，或者是这几天交易群 UNI 以及 AAVE，包括前面的那个 Bonk 山寨币做多的利润，止盈支撑反手，要不要往上修正，以及比特币长线的利润，我还是继续在好斗。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山寨币的这个小组。7月12号的时候是分享了3档山寨币做多 ，AAVE 当时是通知在297左右，而且建议是反正几百美金有下跌你分批分几笔去做多买进，包括这个 Bonk， 以及我们看一下下面还有一档同样也是在7月12号的时候通知做多这一个 UNI， 或者是这些记录我是都没有编辑过，如果有编辑过的话我们可以这边改一下，比如我输入一个随便一个数字保存以后，它这边会显示已编辑。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等下来分享有一些山寨币，比如说那一档 Bonk， 因为利润现在是比较多，有可能支撑止盈的反手，我们要往上修正啊。其他几档，或者是有朋友也是在问，他可能短线，比如说这一波比特币上涨的时候，也是有在追多这个比特币。那如果短期有利润的情况下，这个位置比较关键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突破12万美金，现在是收了一个上灯线。那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个灯芯如果出来的时候，后面价格的波动，我们首先要去关注它盘中价格最好是一直在这个上灯芯里面去波动，那有可能代表就是这一个灯芯的卖盘是相对偏弱的，有可能或者是买盘的力量，它还是想继续往上攻。那如果盘中的价格没有在这个灯芯里面来波动，那么就要怀疑这个位置比特币的阻力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洗盘4个小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你如果是短线客的朋友，真的在这一波或者是有做多，我的观点是4个小时也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要去注意，万一它有跌破你或者是有利润的话，我的观点是不能控制好自己的头寸，要平一部分也可以，或者是留一部分把成本设为自己的止损，然后去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大长线的利润。为什么要去赌大长线的利润？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MACD 指标，它这一次上涨的柱状，这一个高点的 MACD 柱状，它是这一波上涨以来是最高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位置比特币也猜不准它到底会不会在这个位置继续洗盘，有可能就是这一个高点，它不是本波上涨的高点。当然短线如果要洗盘的话，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去留意，也就是这个位置的 KD 指标不要回到80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中线的支撑，我们看一下前面有跟大家讲过，这一个108000美金，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或者是日线里面还有一个支撑，也就是这一根 K 线蜡烛一半的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4个小时里面超短线的一个支撑，刚刚想跟一些朋友讲的，就是你如果这一波上涨有利润，或者是你有在做多，我的观点是你尽量观察4个小时比特币价格，不要回到这个高点，大约是在118900美金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交易群上面，就是前几天通知的这档 Bonk， 当时的低点就是前面它这个位置盘整的2个高点有一个支撑区。那现在价格上来，我的观点是这一个支撑，或者是有盈利的朋友，你如果有留一部分利润还在赌大长线，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把止盈反手修正到这个 0.0020 附近，以及我们看一下包括这一档 UNI， 或者是前面也是在这一根 K 线相对比较低点的位置，就是可以看一下，也就是前面这一根 K 线高点的支撑。那现在价格上来的话，我的观点是这个 UNI 有可能支撑反手，你如果有利润的话，可以改为自己的进场价去设为止损，然后赌它的大长线啊，或者是你也可以把
就是止盈反手修正到这根 K 线蜡烛的高点，以及我们看一下还有一档 AAVE。我的观点是 AAVE 跟那一个UNI 也差不多。那如果要修正止盈的朋友，你也可以把进场价设为止损，或者是提高到这根 K 线的高点。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狗狗币或者是短线的支撑，还是一样，因为狗狗币我没有选择在做多，去年的一些利润目前还在持有。那或者这几天提到的这条白色的线，狗狗币我们先观察吧，有没有可能短期这个位置也还是继续在盘整，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短期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盘整哦。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